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文化大学讲座教授杨永明。翟轩好，大家好。前大使谢文吉。翟轩好，各位朋友大家好。退役少将厉正杰。翟轩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我们立刻来关注哦，这个黑神话悟空真的是在全球王炸了，这个中国大陆终于是踏上了这个3A 游戏殿堂哦，这样的一个史诗级的一个大作，也是让全世界都开始在讨论。那它已经是连续2天在 Steam 上面的在线人数都突破了220万。我们跟大家讲，8月20号上线那一天，在线人数是220万，而昨天又刷新了纪录，昨天是235万人在当猴哥啊，就235万人在线，这个最高纪录又再度刷新了。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中国大陆的首款3A 游戏。什么叫做3A 游戏呢？就是高质量、高体量、高成本这样子叫做3A 哦。那它到底有多高质量？我们真的让大家来看一下这段预告片有多细腻。是善人多还是恶人多？自是善人多。那为何这世道从未太平？天命人，天命，天命，乖乖听老天命令，岂可老不死？名字取得倒怪传神。好，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画面是非常的丝滑，而且它的所有的乐器都是用中国传统的乐器来这个配乐的，甚至是他们有专门的这样的一个音乐家的一个团队来制作，然后来填词，都是填上这个包含了一些中国文化底蕴的一些词句哦。那所以我们看一下，现在目前的销量啊，已经是突破450万份了。现在目前估计有至少可以到1000万，销售可以到1000万套。甚至到2000万套，是这样目前市场预估的一个数字哦。那不只是新华社报道啊，连央视啊，所有的官媒全部都在关注这个现象级的一个产品哦，因为等于是中国大陆。等于是划时代的一个拐点，他们已经可以做得出这样子称霸世界的3A 级游戏了。那制作成本呢，当初是预估大概是4.5亿人民币左右，也就是20亿台币。但是依照现在目前销售450万套来算的话，应该这个销售额已经达到了68亿台币，也就是说1天就回本了。所以这个大制作真的也是让大家这么的关注，就连中国大陆的外交部的记者会也被问到了这一个问题，人家去问了毛宁哦，毛宁就说这是中国文化吸引力的展现。我们来听一听。The video game Black Myth Wukong has taken the gaming world by storm since its debut on Tuesday, impressing players with its Chines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Would the Foreign Ministry consider the game an ambassador for China? And what broader diplomatic gains would you expect from this development? 我不了解电子游戏哈，但是感谢你让我关注到这款游戏。从名字看，这款游戏取材于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西游记》，我想这也反映了中国文化的吸引力。对，其实它就是现在目前黑神话悟空哦，就是等于在各平台都是霸榜的一个状态啊。那这个光是黑神话悟空这个关键词哦，在微博的阅读量就达到了23.2亿，而且 Steam 上面也突破了同时在线人数，这是235万人这样的一个在线记录哦。那再来我们看一下美日韩很多的玩家是觉得一片叫好，也有另一票的玩家是破防了，就觉得说，哎，你怎么可以赢过我们呢？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哦，就是日韩好像他们玩家就给的评价比较低，因为过去我们知道日本的话有 Sony 跟任天堂这个制霸嘛，他们就是在游戏产业里面单机游戏好像是他们的天下。那韩国来说的话是线上游戏制霸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可是慢慢的你说腾讯也好，或者是这一次的游戏科学也好，它好像已经展现出来单机游戏跟线上游戏这样的一个综合式的一个组合拳的一个态势。所以你知道这样的一个产品出来，就让日本的一个玩家跟韩国的玩家就好像就是给他们的这个评价就是给你一个83%或是79%哦。那所以大陆的网友在讲说，昔有日本任天堂跟 PS 啊韩国线上游戏，但是今天被超越之后，已经让他们破防了。可是还有很多的这个新的这个抖音也好，短影音也好，现在只要挂上黑神话悟空，都是这个流量的一个展现哦。所以大家就开始纷纷的。
直播也好，或者是开箱也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外国的这个等于说玩家哦，他收到了限量版的这种实体豪华版的黑神话悟空，他就打开来之后就说哇，里面有非常精美的这样的一个纪念版的一个图片，然后甚至还有这个紧箍咒，还有一些相关的纪念品，现在都已经是在市场上一个难求，因为全面的售罄哦，还有这样的戒指啊、项链，他还戴上了这个紧箍咒来拍照哦，所以这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衍生性的一个风潮了。那再来我们看看，黑神话悟空其实在这个游戏登上这个等于说正式发售之前，在国外的一些游戏的网站或者是国外的媒体哦，都刻意给他分数好像低一点。但现在这个魔兽世界团体的这个原负责人哦，他玩过了之后，他就很生气，他觉得说你们这些游戏记者们，这是去他插的。那他说你们根本就是在进行敲诈跟抹黑黑神话悟空，刻意评那么低分，让很多可能游戏迷会错过那么精彩的游戏，所以他还替黑神话悟空打抱不平哦。那连高盛，你看金融机构都跳出来讲，他说呢，他们这次看黑神话悟空的这一个目前的反馈哦，大概保守估计可以至少卖出在 Steam 上面可以卖出1200万份，如果再加上这个 PS5 的话，整体来说他预估可以卖到2000万份，也就是说收入可以超过50亿人民币这样的一个数字哦。所以看起来这个销量是还在这个持续上升。他说这叫做中国主机游戏的一个转折点。那再来我们看看这个黑神话悟空的制作人，现在其实大家也翻出来说他一些相关的一些专访哦，还有他这一阵子也开始陆续有在各平台接受专访，他就讲说期待是用世界级的水准来讲一个中国的故事。这个冯骥哦，他讲说我们能不能也做到在绝对的品质上、技术上跟图像标准上做出一个世界级的水准来把这个中国的故事讲出去了。所以现在很多的一些大陆的网友们哦，他们就有一番话，他们那一番话就是说呢，以前是玩在埃及当刺客，在异世界当魔猎人，然后还有就是在世界各国都当了一些英雄，这一回我终于可以回到自己的国家当猴哥了，真是他们感觉好像终于能够展现中国自信了。那还有这个黑神话难道是一个终点吗？这是这个昙花一现吗？其实不是哦，现在传出还有3部曲，就是他们已经游戏科学注册了，还有姜子牙以及黑神话姜子牙，还有黑神话钟馗，所以不只有悟空哦，可能会有3部曲的出现。那很多人现在开始在跟这个黑神话悟空里面的这个制作团队，就游戏科学的员工想要去挖角，然后员工都纷纷挂上说这个招聘勿扰，因为他们希望跟这个黑神话团队继续来打这一场仗，继续来破圈在全世界王炸哦。所以现在还有很多的产业链也都一起都带动了，比方说像是显卡，很多显卡品牌像 NVIDIA、联想啊，都开始说我们要推出一个联名款的显卡，因为必须要有高规格的显卡才跑得动这么3A 级的游戏，还有相关的取景点的门票啊，销售暴涨300%，流量也是暴增哦，所以整体来带动了所有这个黑神话悟空的这个经济学跟效应了。我们来先问一下介老师，介老师怎么看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中国的这个产品找到一个好的方向，就跟中国的传统文化的结合了。当然，这个产品它不是只有它的故事讲得好，它这个本身的制作也是高技术的。哎，这个公司其实有100多人，哎，它就是专门设计这个软体啊，花了很大的功夫啊。那它这个除了它的构想是很新颖的，从中国的文化里面找到这个素材啊，那它本身的这个设计哈，这个产品本的品质也是非常的高，这是两者缺一不可啦。那当然，它走出来的话，第一个大家就是说对中国的用户跟西方用户这个故事非常非常新颖，有吸引力。然后制作的认真就变成它这些很多这个景都是到实地去取景的。对这个过程中，然后它的主题音乐啊，里面的用词啊、对白啊，那都是有很深厚的专业的投入在里面。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产品啊。那不过最让大家比较就是说发到一个中国未来产品一个方向，就是说在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啊里面找素材
它不是只有它的没有地理范围的限制，因为这个游戏出来以后，国外的销售也非常好啊，对，它没有受到文化的因素的显现。我看他的制作人也特别讲到了，就是说他的制作人叫冯骥，他也说基本上他说这个东西包括故事也是一个在台，最重要它的内涵要打动到人的中心，是一种文化的内核，就是最后它这个文化里面有一些价值，有一些精神的存在。那这个其实就是说所有的艺术的展现，包括文学、音乐还有历史什么，你都要有文化的内核。那我想就是说，《西游记》就我们了解中国的文化来讲，它只是众多有文化内核的这种所谓的这种故事里面中间之一啊。我看他要去挖掘姜子牙，要去钟馗，我想会源源不绝。那我想这一波成功以后，因为有人上看它是500亿人民币的生意，可能非常高那我想最后一定会有一阵热潮，就是以中国文化的这个为核心的这种电玩会纷纷出现。那到最后又会怎么样？会产生一个内卷很厉害的一个情况。可是我对内卷我不反对，我觉得就是中间最后一定是精华能够留下来，那糟粕就是被淘汰那不过这个里面就是说，我觉得有2个大的客观环境。第一个就是科技的水准，中国已经相当不错了然后对于这种小公司自己独资来做这件事情，然后做到这个程度你也觉得中国大陆这个发展这种产业的整个的配套已经蛮完整的了。然后第3个就是说，中国大陆最近几年这个政治的主题就发扬文化自信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落实。那么文化要在当代的社会里面被当代的人接受、拥抱、喜欢才重要。对，要不然永远是少数的。这个走进千家万户的这个做法，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了。也就是说，中国的故事、中国的音乐、中国的风景，借由这样的一个3A 级大作，文化输出、文化出圈了。我们来问一下李将军，你知道什么叫3A 吗？这3A 就是3个 A 嘛，就像是我们在这个银行界里面有这个评级这个企业它的信用等级来讲，3A 代表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说你的制作成本最起码4个亿以上。第二个，你这个开发出来的时间，它这套东西其实我们不要看到人家成功，要看人家背后流了多少血汗在里面。它总共从2018年立案到现在将近六年的时间才做出来这套系统。那你知不知道他总共为了设计这套游戏软体，他花了多少钱吗？他1个小时的费用就1500万人民币到2000万人民币，也就是说，估计来讲的话，他制作这套成本，光设计这个软体来讲的话，就将近4亿的人民币来制作成功，所以会有这么好一个效果。那我觉得它吸引人是在什么地方呢？它吸引人就是它是用这个第三人的视角，就是我去看，然后单人模式就看到孙悟空在那边这个过关斩将一关一关的过关，然后你选择不同的关，你会有不同的一个结果。那我觉得最厉害让我们讶异的是说，他居然在第1天他就回本了，然后这套上架时间是8月20号嘛，今天是22号，所以才2天的时间，他已经这个成本已经赚回来，后续来讲就是他赚的。但是你要知道，这个设计这种游戏这么大的一个成本，就有一点像在拍好莱坞的电影一样，你可能花了成本很多，但是你不见得可以获得这么大的一个获益，成本不见得可以回收回来，也有很多可能这个公司就垮掉了，也有可能。那我觉得冯骥来讲，他对自己充满了自信，然后可以花这么多钱，用这么多的人力，花这么长的时间设计出来一套这种游戏软体，然后获得这么好的一个回响，我觉得是非常重要。但是我觉得目前来讲，我们当然不要光看到他说是卖了多少，现在来讲有一个叫做猴子经济昨天开始出来的名字，黑猴经济。我们都知道前阵子大陆有一个很有名的咖啡叫瑞幸咖啡，当然它比星巴克 label 等级要稍微低一点，比较平价化了。以前我记得我在我们大白话里面还讨论过，说瑞幸咖啡加了茅台酒以后大家很有幸福感，就是
点一杯瑞幸咖啡，有喝到那种高贵的茅台酒，那瑞幸咖啡就跟他联名了。他现在推出一款咖啡，叫做什么？叫做黑神话腾云，因为孙悟空腾云驾雾嘛，黑神话腾云美式黑咖啡。哇，你看这个名字一推出来，听说他瑞幸公司卖的有多好了。昨天推出来第一天他们公司整个傻眼，因为卖的比10个父亲节卖的成绩都要好，就男生会去买，你知道，比10个父亲节成绩要好。送资料夹。那我觉得后续来讲的话，可能很多公司的联名，包括山西五台山的旅游啊，各方面来讲都会整个带动这种风气。这是后续我们可以看到带动的整个一个经济成长，不只是光一个游戏而已了。好，来请教杨老师。我自己好久没有玩单机游戏了哈，这个。悟空会让我想再去试试看，不过我偶尔会玩手游了，比如说像是皇室战争啊，偶尔会玩，所以这个玩游戏已经变成一个现代人生活的一个调剂啊，甚至是他整个很重要的休闲生活的一部分，不是只有年轻人专属啊，不是只有你专属啊，这个在轩，所以我来帮毛宁回答问题，或者他想怎么回答。因为他作为一个外交部发言人，他有的时候不好意思直接讲，但作为一个学者，我来帮他回答，这就是中国的文化软实力，我们就叫 soft power。什么叫软实力也就是说，这个它不是军事经济的层面的，这种硬性的这种数字的，但是呢，它是透过文化，然后呢渐进的影响。那但是要很多重要的因素，你要有文化的内涵，这个最重要。我们看看这些游戏，日本最夯的其实是三国。三国是哪一个国家的文化？对不对？对。当然你说日本也有三国的这个文化，但是韩国做出来什么游戏呢？美国做出来什么游戏？美国现在那些英雄的电影，你还想看吗？是不是？你还看得下去吗？对吧？已经他的文化的创意跟这种思维他已经这个掏空了。那中国呢？不要说《西游记》。还可以做三国啊，不只是这个钟馗，那还有《红楼梦》也可以啊。你不要忘记女性玩家，对不对？某某这些东西都在这个中国的文化神话里面都可以去，甚至是仙侠题材多得很。那市场，我们讲文化软实力，你要有文化的这些来源，然后你要有市场。那中国大陆市场就已经引导全球了嘛，对不对？然后呢，你要有什么创意跟执行力？也就是说，他花了6年的时间把它做出来，那是一个要大资本、技术、创意其实还有这种很重要，不是现在流行的躺平论不是流行在什么工作跟生活玩乐之间的平衡而是这些人是真的是全心全意投入24小时在工作的人。那现在我们看到，就是说中美之间的经济科技现在又加了一个文化的竞争，从我们的观点看到这个层面。对，过去台湾的这些影剧啊、歌唱啊都很流行。我做过新闻局长，我们做很多补助，那个时候会补助像是鸡排英雄啊，这个或者是赛德克巴莱，那不像现在去搞一个什么零日攻击啊，对不对？然后呢，这样子的一个就是来自于文化市场创意的结合的文化软实力。我跟各位保证中国在文化软实力方面的发展跟影响，现在才开始。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紧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俄乌现在目前的战争，乌克兰竟然已经打到了莫斯科这当时在开战的初期，我们有听到很多的绿媒或者是说美国的媒体讲说这个乌克兰非常强啊，可以打莫斯科。现在真的出现打莫斯科状况，不过是用无人机这是俄乌战争以来可能是最大规模这样的一个无人机去袭击莫斯科，至少11架无人机对莫斯科发动了攻击。那也这是从2022年2月战争开始以来，对于就是俄罗斯的首都发动最大的一次无人机的袭击
击。那我们也看一下这个乌克兰哦，他们无人机还袭击了一些这些油库哦，所以造成了一些这种火灾。那发生了这种大火，看到现场哇，浓浓的黑烟直窜天际哦。那还另外，这个英国的媒体也讲说，乌克兰攻这个库尔斯克其实有3大目标，就是要打乱乌东的攻势，来影响俄罗斯的一些民心。那最后的目标也是说要可以交换土地哦。那所以现在看起来，只是为了说接下来的谈判能够更加的有筹码来跟俄罗斯进行更多的谈判，就是我拿我现在占领的地方来跟你交换。可是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学者讲，其实对于乌克兰来说，虽然你现在已经攻到了库尔斯克，但是你要长期有效的控制，这个恐怕是有点难的哦，你不具有这种长期控制的能力。那俄罗斯也不太可能会跟乌克兰进行土地交换，最终乌克兰可能就是自己知难而退，等于说你自己挑衅起了这个俄罗斯哦，进行了一场恶战。那也有一些讲法是，其实俄罗斯时间是站在俄罗斯那一边，俄罗斯现在就是等待天气越来越冷，一到了冬天的时候，其实就是他们攻势来临的时候哦，因为那时候赢面是在俄罗斯那一边，所以现在可能它是以一种就以静制动的方式来看待乌克兰的攻击，就是我跟你用时间来耗，看你乌克兰能够这样占领这块区域多久。那再来我们看一下中俄的关系也升温哦，就是普京接见了李强，然后也提到了说10月份的金砖峰会会跟习近平来见面。那李强有提到说，中俄两国领导人在战略的引领下，其实现在目前就是在高水平之上来实现高质量的发展哦。两国在各领域都持续的展现强大的韧性，稳步向前。普京也提到，就俄中两国未来多年将会有更多大规模的一些合作计划。10月份的时候，两人又要再相见了。那目前中俄的铁路货物量是年增30%哦，也就是说现在越来越密切、越来越紧密，这样子的一些贸易也好，这个货物往来，甚至还有以物易物的一个方式都出现了。因为他们现在打算就是一些比方农业的交易哦，可能会在2024年开始进行一些以物易物哦，也就是说我等于说避开一些什么金流方面的这种交换，我直接说，我的这个农产品跟你的那一些货品来做一些像以物易物的这种交换方式，所以看得出来两国的这种贸易往来是越来越绑得越紧密了。那另外俄罗斯的专家讲说，其实中俄加强关系哦，那展现出来的就是不屈服于西方的压力。连中国大陆的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也提到了，他其实就是体现出两国现在关系的特殊性哦。那之所以要这么做，就是要对抗美国的这种好像霸权主义嘛。那现在应该是要多中心世界来形成，然后限制美国这样的一个全球性的霸权主义。那印度呢，其实也是因为马上要金砖峰会哦，他可能也很怕自己在金砖里面越来越被边缘化，因为他好像希望说，也能够跟西方保持关系，也同样能够跟俄罗斯保持关系哦。所以他现在呢有一个出访的行程，莫迪打算今天要启程前往波兰，然后23号的时候再从波兰进入到乌克兰进行第一次的访问，那就是说要呼吁恢复和平啊。那可是呢，在俄乌战争期间，大家就是一直在针对俄罗斯你的态度，就说，你跟就是针对印度啦，你跟俄罗斯的关系也是很好，那你到底对乌克兰是如何呢？所以他好像一直处于一种就模糊的一个态势哦。那印度跟俄罗斯他们其实从冷战时期开始就是保持十分密切的关系，俄罗斯也是印度主要的武器供应国之一，所以哪怕西方国家他平常都是跟着西方国家一起好像站在中国大陆的对立面，可是对于俄罗斯他好像始终都没有表态说去谴责。那他可能也是想要借由说，我去访问了乌克兰，我去走到了这个泽伦斯基这边来呼吁和平哦，来展现一下我也是这个可以平衡一下，我不是站在俄罗斯那一边的，好像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目的性。那我们先来问一下介老师怎么看？其实这一次这个无人机攻击，俄罗斯那边记录一共是45架次啊，45架。那打莫斯科的一共11架，莫斯科市长出来亲自开记者会，他说全部击落。那其他的那个剩下来的差不多是34架哈，就是针对不同地方的啊，大概是在一段时间里面一起对俄罗斯发动攻击啊。那基本上没有造成太大的伤亡，对，而且这个就是说，
无人机攻击在过去半年老早就很多了。那么对于主要是针对俄罗斯的这个炼油设施啊，还有这个机场啊什么啊，它就石油斩获啦。那所以就变成就是说，其实这次俄乌战争在无人机的使用上、无人艇的使用上啊，这个量跟质都大量在提高。那对于莫斯科攻击的话，事实上的话，这个在战争开始没有多久的时候也有，还有一架飞机曾经快飞到这个克林姆林宫的上空啊，被拦下。所以这个就是不是一个新的，而是一直都有存在的啊。那现在就是一个问题，就变成就是说，比较在这次整个战局发展上比较大的转变，就是他的陆军部队直接越过俄乌边界，乌克兰的陆军部队直接往俄罗斯的这个领土里面进军了。不过现在这个进军，库斯克这个地方也都停止了。对，现在双方已经楚河汉界又已经开始了。那这个普丁前2天去了一个地方叫车臣，然后在车臣他讲了，他要车臣部队进去打这个乌克兰的军队，也就是侵入到俄罗斯领土的这个部分。那我也思考一下，为什么找车臣部队啊？因为车臣部队是善于面对面的正面的格斗，短兵相接。那事实上，乌军这次进入俄罗斯1250平方公里的土地的时候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俄罗斯采取了一个措施，就把平民都撤出来，对，大概撤了11万人11万平民，因为这整个州也不过才100多万人，所以就11万人已经撤了1/10，差不多就跟这块土地是这个州库斯克州的这个大概的1/25而已，所以就人都撤完了。那剩下我想基本上它没有大规模的这个集结在一个核心来对决的感觉，它是乌军进去的时候也是分散的，大概35公里，60公里宽的65公里宽左右的这个平面它全面的这个小股部队进去了。所以现在我看这个可能就是说，对俄罗斯来讲，普丁是希望车臣部队进去打这种面对面的小股的这种面对面的这种肉搏战。那么对这个环境对建物造成的伤害是最小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件事情我看到了其实俄罗斯的战略定力蛮强的，所以没有因为这件乌军进入到俄罗斯事件哇，好像这个手脚慌乱的，好像没有。不过就是说现在大家所关心的就是说，现在进入俄罗斯领土这1万多乌克兰部队他最后的命运是什么？我觉得才是关切的重点。好，请教将军。我跟你讲，这乌克兰这次打到库斯克，大概全军会全部被全歼在俄罗斯的领土境内。第一个，我从现在这个双方的态势来看的话，我们刚刚看到所占领的面积11450平方公里，可是它的长度深度只有30公里，也就是说它宽但是不深。可是你知道作战来讲最重要的，为什么它宽而不深？就是它补给点没办法往前面推。对，如果说是我们要继续直取攻击目标的话，直取心脏地区来讲的话，我的后勤部队要跟着我的战斗部队一直持续往前面推进，我才可以做得到。所以他现在来讲，等于说是在他的补给点还是在乌克兰自己国土境内。那我们来讲，按照军事准则来讲的话，每天你运补能力大概才30公里，也就是说他大概只能往前面推30公里，他没有办法，后勤设施没办法往前面推的话，你的攻击部队就没办法向前展，大概你就是这个宽度而已了。第二个，我特别要讲，他为什么要炸油库啊？炸油库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关键的事情，就是说，如果说乌克兰有心要继续直取莫斯科来讲的话，他应该要保留这个油库。我们讲说一句很简单的话，就是因补于敌嘛。将来我作战的时候，我希望能够占领这个油库，取得这个用油。尤其是他这次进去的部队都是机甲部队，也就是吃油吃很凶的部队。那他为什么要把俄罗斯的油库炸掉？就是他第一个，他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再往前推了，但是他很担心俄国的反扑，所以他把俄国的油库炸掉，让俄罗斯的这个反击部队的战车用油要减少。那他又扎了3条桥，
炸了3条桥就是延缓俄军的攻势。一条桥，比如说我一天来讲的话，可以运这个100吨的这种后勤的物资，包括弹药、包括油料、包括食物。那我3条桥给你炸掉以后，你大概一天就少运300吨。但是俄罗斯还有别的桥可以运啊，它可以搭设人工浮桥啊，所以它不管是炸油库这个或炸这个桥梁，或者它现在攻击的这种双方的接触线，我个人的研判是现在这个地方陷于泥沼里面，动弹不得，它撤回来也不对。可是我觉得最严重的一件事情是在顿巴斯顿刺克这个地方顿内刺克这个地方来讲，它现在纽约镇已经丢掉了嘛，已经彻底被占领了。那红军村大概剩下没有几公里。红军村是一个这个乌克兰来讲是一个运输或者是它部队转运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节点。那如果说这个红军村也丢掉的话，我们用军事术语讲，就是它没有回转的空间了。它北部部队掉下来也没有用，就算是它这个库尔克斯这边部队转过来的话也没有用。所以我研判它很可能两面被夹击。我研判可能今年冬天可能这场战争，这个泽伦斯基就要 say goodbye 了。好，来请教杨老师。就是到底为什么乌克兰要做这个动作哈？北约知不知道？北约有没有参与？我觉得以上的答案都是这个 yes。好，那为什么乌克兰做这个动作呢？那有3种说法，这3种说法现在都不成立。第一个是围魏救赵，他希望俄罗斯能够把这个乌东的部队能够往上移，那减少乌东的这个压力。那显然，那普京没有上当。第二个，他希望说用土地换土地。我占你这个俄罗斯土地，我换回就是乌东的土地，因为大家都知道，美国选举结束之后，这个战争面临可能强大的压力，要进行这个谈判。不管是直接谈判还是间接谈判，所以土地换土地，那真的想得太美了。俄罗斯绝对不会去接受这样一个动作。那第3个就是扩大战线，那扩大战线会对谁有利？那大家都知道，现在基本上这12000人在这个里面炸了3座桥，对不起，那边有49座桥，对不对？只不过是绕远一点。然后呢，也就是说，在这个区域根本就没什么大的城市，那个小部落都不能算村庄，那种所谓聚集点，几栋房子在一起，连村庄都不算是，那没有 7-Eleven 的，所以呢，这样子的一个占领有什么用？被俄罗斯最后包饺子，这有没有像是最后挣扎？有没有像是回光返照？对不对？因为他就是要寻求说，也许我也可以攻打俄罗斯，来寻求一个就是士气的增长，或者是政治上的这种斩获。可是你能守得下去吗？接下来呢？对不对？战争如何结束呢？所以我是觉得，相对于在普丁这边，他就老神在，那十分的淡定。因此，当李强去的时候呢，李强去是第一个他中俄之间的总理会谈，这是持续很多年的，这个不能断，也不会断。那第二个是在这个时间点，库斯克的这个议题，并没有影响到俄罗斯的整体的战略，或者是对乌克兰的战争。那第3个呢，中俄关系还是两国的重中之重。所以呢，我觉得其实从这里了解俄罗斯根本不在乎这个情况的发展，他觉得他可以掌控，因为毕竟那个真的只是俄罗斯领土的4%的这样子的一个就是面积。那至于说最后那个印度的莫迪我觉得就算了吧，他真的是来蹭的。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紧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中美新一波的这个战略攻防，美国又开始有新的一个指控啦，就说这个美国的空军42厂它其实是一个顶尖的先进航太开发，尤其是高机密的军事专案中心那他们最近就讲的绘声绘影，就说好像感觉到有一波神秘的无人机入侵因为我们知道前一阵子不是美国想要对中国大陆进行一些制裁吗？就是想要禁止这个大疆卖过来，结果后来发现
不行，如果大疆不过来的话，他们连那个高山都飞不上去，如果要搜救飞不上去，所以现在显现出来无人机最强的制造国度就是中国大陆嘛。那他现在就开始反过来讲说，你这个无人机开始潜入到我们的这个42厂，开始又有这种中国威胁论出现。那这42厂是洛克希德马丁著名的这个臭鼬工厂那它其实在 NASA 也在当地也有试飞中心，新型的 B-21突袭者隐形轰炸机就是在这边诞生的。所以美国说我们现在高度重视这边相关设施的安全性那他们在报道里面还绘声绘影讲说有一名中国大陆的留学生承认根据这个间谍法的指控，他使用无人机在维吉尼亚州多个造船厂来收集美国海军舰艇的一些图像那这个事情好像就把它讲成说就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牵着好像就牵到说是中国的威胁。那可是中国大陆真的会这么做吗？就是真的有需要这么做吗？你看看其实一直以来他们就像是那种什么间谍气球这样的一个翻版一样，他们讲说中国大陆的网民疑似航拍去拍了横须贺港的出云号。那日本的防卫省分析说这个短片可能不是造假我们看一下它这个一些平台影音平台里面就有这个出云号在这边停泊的一些短片那拍摄角度是从出云号的正上方俯拍，拍摄者还标示我开飞机降落在日本的航母。那后来现在这个影片已经被移除了。那防卫省认为说这个应该是无人机入侵出云号上空来拍摄，所以就是绘声绘影讲说曾经就有过这种事情。然后另外呢他们也讲有上百名这个中国大陆的人呢试图进入到美军基地，还有人潜水进去有人说是在找饭店那美国的公安就感觉到说遭受到威胁，去年有超过100名中国人企图要潜入美军的基地。反正呢就是一直要告诉你说中国大陆都有这样的意图，然后营造一种这种全球性的一个氛围，认知作战嘛。所以现在开始再套用，就新的一直套用到这个套路里面，好像也不奇怪了。这就是这个用制造共识、制造舆论、认知战的一种方式嘛。那再来看一下贺锦丽对于中方的态度你看到这个民主党的大会，结果不是前一阵子一直在进 TikTok 吗？然后这次大会上面邀请来了200个什么人呢？就是 TikTok 上面的网红有200多位网红。然后讲说太妙了，这民主党在做什么呀？你们不是前一阵子就是一直在针对这个 TikTok 要限制吗？然后竟然最后找来了200多位 TikTok 的网红，说要来助力这一场政治大秀昔日罕见，现在却是邀请来参与。那我们看到克林顿也在全代会上面有提到，他说2天前我78岁啦，那我是我们家族4代中最年长的人那我想表达的是，其实哪怕我78岁，我还是比起川普年轻。那不只是前总统克林顿，这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来助力，奥巴马也是金句连发，他现在把 Yes we can 变成 Yes she can， 就是 she 指的是贺锦丽，他是大赞贺锦丽金句连发。他说不要虚别人，要去投票，剩下的事情就交给我们了，就重现了2008年 Yes we can 的这个金句热潮。然后还强调说贺锦丽才是最适合进入到白宫的领导人选。那另外 Michelle 奥巴马也有讲，在演讲当中他其实对于川普进行严厉的批评，指控他利用什么恐惧分裂仇恨来操控舆论提到川普跟这个对他还有奥巴马的言论，他强调说川普是一个非常视野狭隘的人，而且呢对于这种成功的黑人人士好像并不是那么的友善。那所以现在贺锦丽真的是声势很好吗？来看一下川普的股价的影响因为看起来他的True Social 的这个经营股价是连日的下挫，已经连续了8个交易日的走跌，还创下了今年3月底以来这个上市以来的新低纪录那现在目前预测网站看起来，贺锦丽是从底下这个他当时呢，川普遇刺的时候他的胜率是高达了69%，在这个红色的这个顶端69%，然后那时候的贺锦丽只有13%，对比下来只有13%，但现在却是反转过来贺锦丽的胜率已经到了56%，然后川普剩46%，所以这样看起来已经是翻盘了。连这个现在共和党也开始要展现团结的气势，就是这个小萝卜甘乃迪也说要退选，然后来支持川普，可能要
团结一下，看看能不能跟民主党再继续拼下去。我们现在问一下介老师怎么看？这个最近正好民主党在开大会啊，这个气势很强，他那个现场啊真的是高潮迭起，因为这些讲员都真的很棒，讲员讲得非常好，都是非常会讲话的。那个包括贺锦丽的丈夫也上去讲了一段，讲得很成功。我觉得他也是律师出身啊，然后他也是犹太人嘛，然后呢把贺锦丽形容成一个非常好的家庭主妇，跟他这个他前一阵这个婚姻的那个小孩最好的妈妈，然后形容得非常感人呐啊。那其他的像这个，我觉得像这个蜜雪儿。哇，真的就讲的内容啊，实在是你会觉得怎么会是他没有当总统，他那个先生当总统因为他先生一上，因为他讲完以后，他先生上去，奥巴马上去，他就说，他说只有这个他说没有人啊会勇敢着在他太太讲完话以后再上去讲话。后来我听到那个奥巴马自己本人讲到一半我就转台了，实在是跟他太太讲的没办法比啊。那可见就是说，这个名嘴汇集啊，这个现场真的是气氛很高。那他也刻意制造民主党代表的一个什么？他这个少数族裔代表什么？弱势，代表中产阶级，代表这个所谓的进步价值。他不断的在可是呢，他们提到贺锦丽的部分一直要往他捧，把他出来，只能说他在加州做了什么事情，大概其他都找不到什么具体的资讯。所以呢，事实上他在加州的时候，就是他对罪犯对这种罪恶他是怎么讲？他是非常不手软的，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所谓的检察长、州检察长、检察官出身这个嫉恶如仇，然后呢出手怎么讲呢？让这些恶人都没有办法，其他都没有了。可是我觉得他们这所有人讲，从这个不管是今天是。Hillary Clinton 还有 Clinton 本人，奥巴马这个 Michelle Obama， 他们在讲的时候都有一个很重的重点，就是攻击川普。然后他们对川普都深恶痛绝，所以我觉得好像看起来就是说赞扬贺锦丽的部分还不如他们最好来数落、来攻击、来抹黑川普那个内容来的比重大，而且获得下面的掌声的多。也就是说，这场选举就变成就是说，我觉得最后就是说美国选民对川普的这个所谓的恶感，所谓的他的这个所谓的他的那个说他的那个就是说讨厌指数的多寡而定，就是说你到底有多讨厌川普，然后有多少人讨厌川普，这个时候决定这个选举。所以川普的这个阵营已经跟川普讲说，你少在骂人了，你不要再这个嘴巴这么犀利，你要把怎么样？你要改变一下形象，要讨喜一点，你要讨喜，另外你要端出一些牛肉。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有70几天这个选举的重心还在不断的，还会在转变。那么第一场辩论好像9月10号嘛，对，这一天我觉得是蛮值得期待的。好，请教杨老师。我们这边提到中美之间在不管是间谍还是无人机的这个战略攻防可是各位，今天下午8月22号下午的1点半，美国第7舰队的伯克级驱逐舰叫做 Ralph Johnson 穿越过台湾海峡，然后呢，东部战区的军舰解放军这边就全程监控那我们看到在 X 上面第7舰队发的这个 Johnson 穿越台湾海峡，是说是要展现就是从海峡之间的航行自由跟飞越自由所以最近其实美国军舰或外国军舰穿越台湾海峡真的比较少一点所以我觉得它也不是单纯来刷存在感那可是呢真的比较少。可是在他的这个谈话当中呢，声明当中，他没有提到说是为了支持台海和平所以在过去的常用的语句跟现在不一样。那接下来还会有2艘德国的军舰，会不会也穿越台湾海峡？现在还不知道。德国的军舰的舰长在前天也接受访问，他说还没有接到这样子的指示。
不过再往亚洲开，意大利的航空母舰也要过来，但它当然航空母舰不会穿越台湾海峡，那尤其是外国的，所以这个是在台湾海峡，我们又看到中美之间的这个军舰的这种对峙。那在贺锦丽这个层面，这几天不管是全国性的民调还是关键州的民调，贺锦丽大概都领先，但是都没有领先到3%以上，所以他的这个蜜月效应跟他的就是说这一个月我必须要讲，这很不容易。7月21号拜登才退嘛，到现在8月21号啊，美国时间1个月，他就完全的超越，有一点逆转的感觉但如果这个势一直下去，那当然他有机会赢，机会还不小。那这个势能不能维持下去？那几个考验，2大考验。第一个，你要端牛肉出来，你的政策，而且不要再讲我要盖300万间房子，我要提供给首购族每人25000块美金，这跟台湾政治人物一样，巴勒票谁都会开。那你觉得美国选民会相信吗？马上就被华盛顿邮报批。所以你要端牛肉出来，那然后呢，你要去辩论。那我觉得他口才一定不会差，只不过要展现出他对于政策的掌握的这个熟悉度。美国的媒体跟台湾媒体真的不一样，还是会看你这些政治领导人就是说他还是有立场，但他的立场还是要看你是不是能够足够能够担负这个国家大任，对不对？那贺锦丽是不是有这样一个能力展现出来？这个是对他的一个考验。那当然，他的性别。很多人忘记了，她如果当选是美国第一个女性总统而不是过去的希拉蕊一度要有这个机会，对不对？然后呢，她的种族这个因素，那可是刚才提到，像是这一次整个大会那大家都来骂川普，那川普就自己发了一个函呢，我好像他们这一次一直骂我总共已经有271次了，可是他们提到经济有几次？12次。而他们提到边境的问题有几次？0次。一个共民主党的党代表大会要支持总统的，从拜登到就是各个参议员 Nancy Pelosi 到2个奥巴马上去，没有讲经济，没有讲边境，所以你就看接下来政策的问题、辩论的问题，我觉得会使得风向很快的会出现比较更为明朗化。好，来请教将军。美国自导自演说他42场陷入忧服的恐慌之中，然后日本的出云号也说被无人机这个监视。我觉得有没有被解放军的无人监视，应该是不是解放军，但是他确实是被无人机入侵的。大家要知道，当我假如说要征收情报来讲的话，我让你看到的话，那就太 low 了，对不对？我如果无人机飞到那边，用一个很简单、那石器时代的征收方式，现在来讲，我相信一定有更科技、有更先进的征收方法。我们试讲一下，如果说是我今天要监视你出云号，我如果说要去看的话，我干嘛用无人机过去看？我大方的等你这个可以登舰参观的时候，我就到你军舰上面去看了嘛。那卫星上面也可以看得到你的航机轨道。但是我说的这个解放军会不会监视？当然会去监视，他用什么方式监视是你看不到的。我们知道情报上面来讲的话，我们除了情报之外，有很多种手段。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大家不要忘了，我们还要有监视，还要有这个监控的能力，就我随时随地盯到你。那现在如果说是解放军以他现在的科技来讲，它可以用一种仿生鱼或仿生鸟。那仿生鱼、仿生鸟很小，你根本外表看不出来它的大小，你不注意看，你以为只是一只普通的小鸟，或者是一只小鱼。那它用这种监视器来讲的话，它不是征收的它也没有声音它就贴在你的军舰上面，对不对？它飞到一个位置，你不注意到的地方，它贴在上面，然后每天发出信号出来，就告诉你说我现在军舰在什么位置，我这边就可以接收到，随时可以掌握到你这艘军舰航向什么地方。那如果说是像这个潜艇来讲的话，它可以利用像这种仿生鱼这种监侦的系统、监视跟侦察系统，我贴在你的船身上面，然后随时你这个放出信号出来，我随时可以掌握到你这个军舰的行动。